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FC 平台的空手道。首先给大家演示两种最快的扑街方式。开场拉开架势，再向后退一步就挂了。那第二种扑街方式呢，可能是很多小伙伴当年第一次玩这个游戏最常犯的错误。犯这个错误的前提是这个游戏的设定非常的坑。好，挂了。那碰到敌人之前，被敌人打到之前，都需要先按下拉开架势，才能够和敌人开始战斗。好了，咱们正常开始攻略流程了。游戏前半段的敌人比较简单，因为呢你不用掌握节奏，他会主动的上来挨打，你开始往前走了，踢他两脚即可。屏幕的最上方红块和蓝块大体上相当于我方和敌方的血量。好，踢到一个，整个游戏的流程大概打个10几个敌人就完事儿了。好，敌方派出了第二个敌人。这个游戏骨子里感觉有一点格斗游戏的味道，1v1 2D 的平面，有血条，但是不能防御，也没有什么必杀技。这里还来回切换镜头，搞得有点蒙太奇的味道。这里其实踢两脚呢，需要掌握好按键的节奏的，因为我方最大的攻击数是3段，踢完3脚之后，你的脚会落下来。敌方现在最大攻击数也是3段，那到游戏的后期呢，他们开始会4段攻击了，并且呢，后面的敌人不再往前走了，你需要掌握好敌方攻击的间隙，上去踢他，或者用拳头来打。那实际上踢是分中段、上段和下段的，但是我最常用的还是中段踢。又来了一个敌人。这款游戏我记得3年前还是4年前我给大家录制过，当时呢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画面啊，720P 嘛，那现在已经是1080P 了。尽量给大家把画面做好一点吧，尽量。这款游戏呢是1984年移植到 FC 平台的，它原本不是 FC 的游戏，它应该是苹果电脑的游戏，并且呢在移植过程当中啊，它砍掉了许多元素，比如说开场的剧情背景介绍，而且呢原来背景贴图上应该是有富士山的，现在看不见了。那有一个特点啊，跟大家说一下，他在背景介绍里边的时候呢，说这个城叫基路城，然后后面还能看见富士山，这个大家想一下吧。就是开发方他绝对不是日方，对吧？绝对不是日本的公司，所以才会做出这种设定。这两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大家想一下吧。但是呢 FC 平台也有所谓的原创元素，大家听背景里边的沙沙的声音，这个实际上是潮汐的声音。那如果好，这里就是咱们需要救这个妹子啊，但小的时候看这个贴图，感觉这个妹子抱了一个孩子似的。进到屋里边了，游戏大概是分4个阶段吧，咱们现在是第2阶段。第2阶段的敌人仍然是还会向前凑的。这个场景可能很多小伙伴比较熟悉了，前面有一个非常要命的元素，一会儿到那的时候再给大家介绍。小的时候听那个沙沙的潮汐声呢，就感觉起鸡皮疙瘩的感觉，这个音效感觉不是特别让人舒服。好，又踢到一个啊！敌方好多人呢，我要打10个。
这两边这不像是格斗了，这这个鸟是十分烦人的，应该是秃鹫还是鹰啊？不过呢，后面啊咱们会教训他的。好，终于两个人跌跌撞撞奔向了你，对吧？在这汇合了，然后开踢。这个打法后面就失效了，后面咱们要换套路。游戏的操作呢，感觉有一点延时，系统也比较简单，所以要掌握好还是有一点难度的。打倒，我不是针对谁啊，对吧？就这扇铁门，哈哈哈，无数小伙伴的童年噩梦啊，过不去。一会儿跟大家说一个简单的过去的方法啊，这里随便让他遮了，后面我会狠狠的踢他的。先把眼前的敌人干掉。这里这个设定其实有一点合理啊。那前面派出的弟子呢，肯定段位比较低，感觉就是凭着一股勇力在往前冲。那后面的敌人呢，就知道谨防门户了，他不会轻易的往前走的。这个铁门一会儿咱们要过，这是一个坎儿。很多小伙伴可能当年知道了按下拉这个架势，但是仍然过不去这个铁门，还是要走位的。走位就需要参照物，大家注意后边房子的这个是用木板做的吧，它是有竖着的条纹的，咱们可以当做参照物来使用。我记得后来啊，我上中学了吧，玩这款游戏的时候，每次玩这款游戏就会想起断水流大师兄，每次都会想起啊，看过那个电影之后。因为最开始玩这款游戏的时候才几岁啊，8、9岁吧，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空手道。好，就是这里，先把这个敌人解决掉啊！现在不要靠近这个门，十分的危险。这个门是秒杀的，而且呢，通过的怎么说？通过的方式吧，还有判定的位置啊，非常的严苛。导致很多小伙伴当年到这儿就被门夹到下面了，就挂了。这个咱们先不站起来啊，因为咱们通过这个门呢是要站起来跑过去的。但是咱们先要拉开架势，这样缓慢的移动来对准位置。对准之后，你再立起站起来。然后再进去，这个位置不好。好，这样注意这个格啊，这样就压不到咱们了。咱们可以撞这个门，可以往里撞，在外边撞啊，终于进去了。好，这里进入了游戏的后半段。后半段的敌人就不会轻易的接近你了，咱们需要等敌人攻击的间隙。而且敌人的攻击如果是踢腿的话呢，3、4，它是4脚了，然后趁第4脚往前走，打他。这个打法最大的问题啊，是如果后边它是一个敞开的门的话，咱们可能这种战术空间不够啊，不够打死他的，所以有的时候还要往后退。咱们的血条已经很小了，很少了。但是呢，其实这个游戏真正需要关注的并不是血条啊，血条一般来说都够用，掌握好咱们的节奏就可以。需要注意的主要的几个难点，第一就是刚刚那个门，第二呢是前边这个秃鹫会出来跟你拼命，第三呢就是进最终 BOSS 房间啊，最终 BOSS 还是有点难度的。好，这里的地形呢就变了。因为身后的门啊是关着的，
在这打架呢有2种方式吧。第一种呢是把敌人推向门，然后他弹回来之后你继续踢他。第二种呢是把敌人堵在门那儿，用拳头，大概连击个20-30拳吧。大家想起叶师傅没啊？就是那招啊。这2种方式怎么说呢？反正我感觉我都需要掉血，这个节奏不是很好把握的，它节奏变了。敌人碰到后面的门啊，直接就会弹回来，这样很多时候咱们会挨打的。好，踢倒。但是这个门呢，咱们直接过不去啊，需要把它踢开，这样撞是撞不过去的。有一个，咱们前面呢先采用把敌人踢向门弹回来的方式来打，那后面的几个敌人呢，咱们采用拳头来打，用拳头打还是比较爽快的啊。这个敌人应该感觉到不好了吧？这集刚才你看过吧？剧本已经给你看了啊。这个我希望有高手出一个版本，什么版本呢？就是咱们的主人公啊，也可以踢4段，那这样堵在角落啊，就非常的爽快了。自古武功出墙角啊。又踢到一个，这个家伙咱们争取用拳头打他吧。你们一直在用脚踢人啊。好，他竟然往前走了，这个位置不错，节奏不错啊，他竟然往前走了。但是呢，我的目标啊是把他挤到门上，把他顶到墙上进行输出。好机会。好，打完。这也是比较爽的。下一个敌人呢，咱们争取第一个时间啊，第一个机会就把它顶到墙上输出。顶到墙上输出是需要体力的，大家好好想一下啊，想一下这个姿势，非常的难。这个不是一般的没有经验的小年轻能掌握的。那我掌握这招也是通过了很多的实战啊，大家懂哈。看就是这样。这里呢，好，这个鸟出来了，让它遮一下啊，然后等它飞到左侧的门框的位置的时候，就可以踢它了。这个点是非常准的，否则想要抓它飞过来的点还是比较困难的，没有参照物。好，踢成了5瓣。前方呢就是最终 BOSS， 进他的房间不要跑进去，而且呢也不要和他硬拼，进去之后马上向后退回来，然后再和他打。好，妹子也在这儿。大家看看血条的对比啊，没关系，咱们一直是处于弱势的一方，对吧？好，可以开打了。有的时候呢，他不用脚踢你，用拳头打你，这样呢，咱们也出脚，勾引他一起出脚踢人，然后再抓他的出招的硬直。我大概对，就这样啊，咱们出脚，好，勾引他。他血量退回了大概1半的位置了，
咱们还是个底儿，但没关系啊，毕竟咱们挨打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。因为一路走过来，咱们对手大概10个人左右，是吧？很多小伙伴可能遇到1个2个就丢盔卸甲的败下阵来了。但是如果你有足够的经验的话，你可以一个一个的对付好多个。这个需要体力，需要耐力，还有意志力。只对付1个有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好，他的血量没我多了，快了，闪光了，他闪光了啊！我也快闪光了，再踢我一脚，我也闪光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血量双方都回复了一点，好，3脚完事儿，这样救出妹子啊，就可以没羞没臊了，对吧？OK， 通关。可能很多小伙伴小的时候没见过这个通关画面啊，那现在云通关也是不错的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 FC 平台的感觉设定莫名其妙的游戏啊，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